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1983年的冷门老电影《惊变》，该片改编自蒲松龄的原著小说《聊斋志异》，出露荧幕的魏惠利和徐少华正是因为此片而一炮走红，接着又被杨洁导演一眼相中，在《西游记》中饰演高翠兰和唐僧，两人凭着精湛的演技和典雅脱俗的颜值，给观众塑造了一个个经典的艺术形象。特别是魏惠利，她自小学习京剧，表演功底深厚。在86版《西游记》中，他模仿孙悟空的表情神态、一举一动都猴性十足，完全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女版孙悟空。这种出神入化的演技是电脑特效永远不能呈现的艺术精华。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部《惊变》也是魏惠利的代表作和成名作。故事讲述了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，天劫忽然降临，只见那狂风暴雨伴随着电闪雷鸣，以排山倒海之势呼啸而至，一时间是折柳伤花，摧林倒树，许多动物精怪因躲闪不及，葬送了100年修行。而一只狐狸精在情急之下跑进了破庙中，钻到了穷书生王生袍子下面，因此躲过了天堑雷劫。多年以后，王生金榜题名，官拜侍御。他虽然在仕途上平步青云，但儿子元丰却是个呆头傻脑的缺心眼，年过28人娶不上媳妇。王氏夫妇呢，为此是愁得寝食难安。这天，一村妇忽然登门拜访，趁家中遭灾要外出乞讨谋生，所以愿将女儿小翠嫁给元丰为妻。喜不自禁的王氏夫妇于是设下盛大的酒宴，邀各方亲朋好友前来祝贺。起初亲戚们听闻王家找了个要饭的女儿做媳妇，都不免在暗地里冷嘲热讽。可当盖头揭开时，却发现这小翠竟是个美若天仙的绝代佳人，真是芙蓉如面柳如眉，朱唇一抹点香飞，态浓意远淑且美，肌理细腻似玉佩。结婚后，小翠每天带着元丰踢球扮戏，扶枪弄棍，渐渐使她的腿脚比原来灵活了许多。而不明缘由的王氏夫妇则对小翠产生了一丝嫌弃，认为她目无规矩，存心难改，有失官宦人家的风范。与此同时，王生在朝廷时常遭到贪官王给谏的排挤和打压。足智多谋的小翠听闻后，就趁夜装扮成宰相的模样，大张旗鼓地走进了王生家。各界相望的王给谏误认为他们两家的关系很好，所以不敢再加害王生。一天，小翠让元丰穿着龙袍在家中扮戏玩耍，恰好来访的王给谏看到后，便连哄带骗地拿走了龙袍，接着上奏朝廷，诬陷元丰要谋权篡位。得知此事的王生是气得面如金纸，拿起剑就追着小翠砍，是要将他这个带害全家的祸水灾星给杀掉。就在此时，皇上派人来拿王生父子进宫问罪。到了金銮殿上，又傻又呆的元丰只顾着嬉戏玩乐，既不下跪也不磕头。皇上一看就笑了，反问王给谏：这样的傻瓜能谋权篡位吗？能当一国之君吗？接着大臣们将那包袱打开验看时，发现里面的黄袍冠冕不过都是些寻常衣帽。王给谏惊讶意外之余，因犯下欺君之罪被发配往了云南。最终王生一家因祸得福，多次加害他们的王给谏也终于自食而果。而这一切背后都完全离不开小翠的帮助。这天，小翠趁着元丰沐浴之时，将其给活活闷死在了里面。悲痛万分的王母追着小翠又打又骂，喊着要让他这个天杀的贱人偿命。正闹得不可开交之时，元丰却起死回生醒了过来，就连神智也奇迹般的恢复了正常。原来小翠并不是要加害元丰，而是要用真梦之术来治疗元丰的痴心呆病。自此后，两人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，进进出出，形影不离，感情呢是越来越深。又忽间已过去数年，就在一切看似圆满的时候，母亲却飘然而至，要将小翠给带走。原来她就是当年在破庙渡劫躲灾的狐狸，后为了报恩呢，才将女儿嫁给元丰。如今见王家大难一解，故来接女儿一起登仙界成正果。奈何小翠对元丰是一往情深，所以只愿做个普普通通的凡人，和元丰厮守到老。母亲深知人要殊途，世人薄凉，那王家断然不会容小翠太久，所以并不多言，只让她好自为之。果然过了不久后，小翠失手打破了一只皇帝赏赐的玉瓶，王氏夫妇一怒之下对她是破口大骂，恶语相向。小贱人，给我滚！败家的，你给我走！你赶快给我滚！扫帚星，你给我滚！小贱人，你还赖在我们市府干什么？我打死你！走！我宰了你！给我滚！滚！爹爹，您这么辱骂小翠，您就不愧得慌吗？我愧什么？
当初我看他们母女俩可怜，我才收留了他们，让他们有吃有穿。小翠到咱家根本不是来求温饱的，她说，她是为了报答您的救母之恩的。救母之恩。她说，在10年前，您救过一个生灵。救过生灵。王氏夫妇正对自己的行为后悔不已的时候，翠木忽浮现于空中，施法复原了支离破碎的玉瓶。而小翠也终于理解了人心难测，凡间终不是久留之地，于是含着眼泪隐然离去。痴心的元丰对此无法接受，遂一路追赶朝山中搜寻。但迈至一荒林野坟间时，他终于见到了正在花园中嬉戏玩耍的小翠，只是这四周全是围墙，无人可进。元丰正为此焦急时，小翠飘至墙头，让他要听从父母之命回家准备成亲，到时候呢，娶的依然是小翠。3天后，王家门口鞭炮齐鸣，锣鼓喧天。半信半疑的元丰揭开盖头后，发现新娘的模样果然和小翠没有丝毫差异，但这只是小翠为了安慰元丰而施展的法术。实际上呢，她已经飘然离开尘世，飞升仙界去了。而今后与元丰相爱的只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。这部电影通过巧妙的剧情来讽刺人不如妖，像小翠和母亲都是属于狐狸精，自古以来呢，他们都是最狡猾奸诈的动物之一，被人们所不齿。但在电影中，他们却都懂得滴水之恩以有权相报。而王氏夫妇作为人类，对小翠却充斥着各种世人的偏见，嫌弃她是贫家贱女。如果不是因为儿子是个傻瓜，恐怕早就将她给赶出门了。最后，当小翠打破瓶子时，夫妇两人瞬间忘记了他对王家的再造之恩，对其是恶语相向。这些都显现出了人类的自私和冷漠。所以这部电影表面上看着是一部知恩图报的精怪故事，但其中却折射出了许多让人心酸无奈的现实。